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炳凤，大家好。时事评论黄仁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叶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当然今天是圣诞夜，那一般来讲平安夜、圣诞夜这一天应该是充满了温馨、充满了喜乐的一个晚上。但是当然因为很遗憾的是，在上礼拜五发生了1219的张文随机杀人一些事件，让总是有一些人在心里面会蒙上一点的阴影。当然在警方方面来讲的话，尤其是各地都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包括到跨年，所以呢各地方的政府全部都提高了所有的戒备程度啦，都是这样一些情形。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回头去爬出所有的过程，今天再出现的一些资讯，让你会觉得细思极恐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任俊是张文他不只订了一间旅馆，他还在订了另外一间，时间是在12月25号到27号。不管他有没有付钱的这些，从这些蛛丝马迹去看，让大家在想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而且他订的另外那家旅馆，就是上一次曾经发生港女伤势命案那个旅馆。是。而且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警方调查的过程包含到您刚刚提到说他后面还有租这个旅馆，更让大家觉得非常好奇的是礼拜五最后的那个结局，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发生？我都说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警方办案，我都还是强调警方基层其实真的很辛苦，但是最后的那一幕的画面，其实大家是有一点跳跃的。也就第一个怎么掉下去的？对，就是说，大家对于那个现场的唯一的最后画面，其实来自于在那个百货的5楼顶楼的地方。对，然后看到张文熟门熟路的走到那个地方，往下一搬开，他知道锁在下面嘛搬开完之后他进去。接下来画面是几个远景陆续的到达，然后在门口的那个位置，对，甚至你都没有看到几个远景到底进去怎么样。那后面再来的跳跃的东西，就是大家看到一个镜头是突然那个担架从巷子边推出来，说他坠楼了那我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再搭上这几天这一个新的讯息的出现确实大家会非常好。我都讲，其实警方身上一定有密录器嘛，你就公布那一天最后这7位的远景。他们进入到这个5楼的那个顶楼的地方，第一个，你到底有没有跟张文对到面？你到底有没有跟他对到面？如果你们都没有对到面，而他当时知道警察要进来了，然后他不管是要跳、要逃还是怎样，其实我觉得对于警察来讲，你们也卸下这个重担。您的意思是说，到现场那个密录器里面一定有，我们假设几个情景，如果进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掉下去了，可能互相之间会有人讲说阿姨拉对呀，或者什么什么那些，然后要不要赶快打119叫救护车，类似这些。重点就是会有一个对话过程。当然比如说我刚刚讲第一个场景是他如果警方还进去之后。其实事件已经发生了，我说发生之后，他可能已经跳了，或者是他不小心掉下去，真的不重要。重点是我警方跟他其实没有直接接触到。那你这个公布，其实对大家来讲，他到底怎么样？那就由法医这些相关去看嘛，因为他有解剖嘛。我甚至听到我们这个好朋友高大成法医嘛，他也说，那他从媒体上面看，就说那这个距离的那个位置说有4公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一般来讲，如果是坠楼，那它有可能就是大概在2到2.5公尺左右。那你离这个位置有这么远，是不是用力跳？那这用力跳，这包含到前面有讲说他有把东西卸下来今天也有人讲说他是不是为了减轻重量，然后认为我甚至还看到访问一个什么协会的说他是不是想要挑战或者怎样跑酷？对，跑酷说是不是要去这个。不是，我之所以跳过，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跑酷协会在这里，因为他不是在现场嘛，他是用他的经验来看。但我们毕竟不是在挑战一个极限运动嘛。好，那没有关系。就第一个，因为远景看起来应该是最后有机会跟他接触的人。当然。所以如果你没有接触到，我其实觉得反而警方的那个压力会小就是说，人就为什么一直在问这个，是因为你从这几天的蛛丝马迹，包括他过程当中的断点变装，或还定了一个犯人，虽然他有没有付钱，我们等一下来讲，就表示这个人
不是有意要寻死，是对不对？是，看起来是这样。警方也是这样讲嘛，推测起来他应该不是有意要寻死。是，而且你看他包含他这个住宿的地方哦，离他的这个行凶，在这个被大家发现到哦，他大喇喇街头丢烟弹。我那天讲过嘛，说你在千惠旅馆，因为其实这边就有一个小巷子啊，他自己就在旁边，走过去真的1分钟，我觉得都算走得慢了。你可能加上等红绿灯的时间，他那个其实在这个地方他就丢了那个烟雾弹，然后直接就他下楼之后就在这里丢烟雾弹，然后直接走过来。那他们讲的那个椰蛋树看起来应该是在这里啦啊，或者因为它这边其实也有椰蛋树，因为这是百货公司嘛。那这边其实因为它是捷运站的出口，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蛮多人聚集的哦。但我就讲说各种基证，但第一个哦，他如果不看起来，他应该后续还有动作嘛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警方进去了。有跟他有接触到，我现在讲的接触，就是说你可能面对面有谈话到，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一般我们就算看警匪片哦，或者是怎样，警方看到他，你不要冲动，你不要乱来，你怎么样，有话大家说，或者你就跪下趴下都 OK。这里面其实是会让大家厘清，就是说他到底为什么变成这么戏剧化。我都讲哦，他整个行凶的过程对很多人来讲已经很戏剧化，但是突然最后这个也不能叫伏法。哦，因为他不是被逮捕，然后最后留下了更多的谜团。我觉得这是整件事情对大家来讲留下更多谜团的地方，包含到他所选择犯案的这个几个已经已知的地点，都离他的藏身处其实非常近。那过往你说他回去把它给烧掉，那代表是我根本不怕你知道了啦。我就这个地方就是这里，但是他不怕你知道这个地方。没有想到，原来他有第二个地方，第二个地方也藏了很多的这个东西，然后也怎么样啊？所以我就没讲，就是说这个疑点到目前为止，我其实认为警方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说明，这个包含你现在如果疑点越来越多，说他准备的工作越详细，他所有的东西，他的藏身处越来越多，我跟你讲，这个质疑会越来越大。任俊，可不可以请问一下，现在有判断出来？为什么25到27号他订了那个旅馆？因为你现在想起来最恐怖的是，如果他是第一波19号完，他还有计划要往下，那就表示他可能不是要最后要制裁或者什么的。是。那万一，我就讲为什么我一直说大家要记得英雄瑜伽场的名字。如果他不是被挡，如果不是一路上出现那些断点，他可能25、27还会再想做一些什么事。而且我必须说，其实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不是只评论，我们也会去采访。事实上，当北市警方礼拜1召开记者会，列了几个时间点，说他们锁定纵火犯，锁定什么说，你其实真的只去看他的字句，我只能说，警方在当下其实认为是不同的案子。你怎么去连结？连警方事后都要隔3天回来看录影带的时候才知道说，而且还要有录影得到的哦。都不要讲北捷那7只奇怪的监视器说拍得到录不到。就代表如果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现场有5台的摄影机，今天只有在现场才有机会看得到。你今天晚上是看不到节目播出，因为我们录不进去。你觉得合理吗？哈，但我就回来看哦，就说当他做了这一些的东西，再回来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他都不是说我最后打算用这个结果，你想想看哦，警方在第1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把所有的案子在第一时间全部连接起来。纵火归纵火，你看警方讲的是锁定纵火犯。可是，在当下，其实纵火已经过去，因为对他来讲，他后面所犯的事情其实已经不是纵火了。他所犯下的事情包含了变装，他其实已经开始丢烟雾弹，然后开始杀人了，甚至到了中山站的时候，是直接拿刀出来砍人啊！我真的必须讲，就我所得知的讯息，其实在那个当下，警方并没有把所有的案子全部连在一起。如果你没有连在一起，你如何锁定这个人就是他？因为他不断的变装。你后面都是礼拜1的时候才回来回推这些。所以当然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有没有可能其实制造这么多恐慌之后，那你想想看，他会前面变装5次，他有没有可能变装第6次？当然，那他如果再变装，让他再离开这里的时候，整个台北市，我相信啊，不要讲台北市，全台湾都会陷入一个恐慌市。这个人不知道在哪，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事不知道，而且你警方，我说实话，你在当下是真的有办法立刻找到他的藏身处吗？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必须有待于社会，在这个阶段里，我讲今天其实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应该要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应该是一个很平和，一个是大家觉得说哦，我们这个一家人团聚跟相处这样。可是包含这几天再谴责一次那几个混蛋，
在那边故意讲说这些是我们的组织，我们呀还有很多地方要去。我还是再讲一次，你今天把这些人找来之后，给他交保出去，对我个人对不起，我就是这种愚蠢的乡民，但我认为你让他交保出去的这种事情，你有助于弭平社会对这件事情的恐惧吗？你怎么断定他讲的是真的，还是他在跟你开玩笑的？所以我讲说，当这一些人很刻意的潜伏在台湾社会里面，当他发现有一个漏洞的时候，很故意的在这个时间点去挑动，说我告诉你我什么地点，我在什么时间里面，我要再发动另一波的攻击。这个的恐慌其实并没有因为礼拜五张文他今天坠楼或者他跳下来，这都不重要，也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让台湾社会因此而减少恐惧。告诉你我什么地点，我在什么时间里面，我要再发动另一波的攻击。这个的恐慌其实并没有因为礼拜五张文他今天坠楼或者他跳下来，这都不重要，也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让台湾社会因此而减少恐惧。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个张文他到底整体的计划，就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他犯罪动机是什么。那他整体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将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因为他后来订的另外一家旅馆是2018年港女伤尸案的那个旅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他。因为你从他的计划来看，他是很缜密的做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犯罪计划。对，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刻意要挑这么惊悚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定了这一段，他到底还有没有？因为这一波他是入住的时间定了12月25到27，可是警方说他没有付钱，饭店会不会被取消？舍弃犯罪的原因是媒体报道上讲说2个商旅同时下定。那存款不足，没有办法刷卡付款，因为他本来那里面就没什么钱了嘛，他没有工作嘛，对，只能靠救济嘛。那他圣诞节，他本来他选在人潮众多，2个都选在礼拜五圣诞节假期来订饭店，他身上只剩下几千块钱，以圣诞节的饭店费用1天要价3500，他提早1个礼拜租房3天只要5700，判断可能因为经济受限，让张文提早行动。如果不是经济受限，你不知道这几天会发生什么事。而这整件事情看起来，张文是在进行一场城市游击战吗？他喜欢生存游戏是一回事，也不要污名化生存游戏。当然，可是他是真的在做一个，他觉得他在搞一个城市游击战。现在警方用所谓的3D 雷射扫描仪要回头去看，因为你如果把他所有的计划全部看起来的话，你觉得最恐怖的一段会不会是在这一段？他的原始剧本先火攻后砍杀，媒体报道的是根据警方破解云端文件，他想要本来采取先火攻后砍杀的战术，锁定台北车站 M7 出口这些人潮高密集的节点，计划先投汽油弹引发大火制造混乱，接着投烟雾弹阻碍视线，趁民众惊慌逃窜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他的计划终点不止在捷运站，打算一路杀进南京新竹一带的百货公司，也就是说。他让大家烟雾弥漫的时候，人心惶惶，大家四处逃散的时候，不要忘了他手上他的战术背心里面是有一堆刀的。这是他本来的想法吗？我觉得大家比较惊悚的是，原来避免这么大一场所谓的社会代价很大的恐怖攻击，居然是区区的几千块钱。因为他没钱。否则的话，还好他没钱。对，居然我们这一次因为如果在圣诞夜。爆发不得了在圣诞假期爆发不得了，他本来定制是在12月25到27，哇，这段时间不得了，人更多，然后引发的这个所谓恐慌会更大。那因为没钱，那段时间租旅馆比较贵，所以他提前1个礼拜，哇，我们的社会安全最后的防线居然是建立在犯嫌经济状况不好，大家想想看惊不惊悚？他所做的一些这些恐怖的行为。很多人说是不是国军教他的？不是啦，绝对不是，因为他只当了半年多的志愿役士兵，而且是空军的报务兵。报务兵是不管做土制炸弹，也不止做这个所谓的城镇战，更不做突击作战的。报务兵就是发报而已。那我在想，这个张文会离开空军极有可能他想要当的兵不是这种兵，他想要当特种兵吗？特种兵、特战兵、爆破兵。那我说句实话，还好没给他当成，给他当成，那学到可是专业啊，他就不是皮毛，
他在空军不可能学到这些东西，而且呢，你有这么高的专业，一般的阿兵哥入伍完就是个步枪兵而已，就是正宗6项要务嘛，什么观测、侦察、警戒、联络、掩护，然后相关的这个传达，他不会做所谓的这种大型恐慌制造，然后设陷阱来猎杀这种包围的战术，他不可能会知道，张文不可能会知道，可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呢？刚才主持人形容那一段，我现在心头都非常紧张，那是很恐怖的，就是他怎么会晓得说先纵火，造成了一个恐慌之后，再出口丢烟雾弹，让这些大量逃窜、手足失措的人看不清楚方向，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实施。然后他有带防毒面具，对他自己有带防，我看得到，你们看不到，我不会被呛，你们被呛，可是我手上有刀，我可以大肆的在这个地方猎杀。对，你想到就可怕。那这是哪里学来的？我告诉大家，这绝对不是军中教的。我可以告诉他，军中没有教这个，军中只有教你纪律跟作战计划。军中不会教你恐怖攻击，他这就是恐怖攻击。那哪里学来的？虚拟电玩我觉得，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沉迷手游啊，他为什么在保全公司被人家给 fire 掉？就是啥事不管嘛，人家住户就都在玩手游，他就是从手游里面把虚拟的环境，然后想到说，那我实际来破关看看。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分清楚他在干什么。那可这种人可不可怕？超级可怕。那么他缺的是什么？唯一缺现金，他唯一缺现金。如果大家可以看，如果张文他的现金充裕，他的装备不会这么简陋。他何必去做那个什么燃烧弹？去买，他想办法去买。那你说买不买得到？这些丧心病狂的人，他绝对有办法买得到，因为他不是一个小白哦。他透过了很多的网络的管道，他可以买到10几把刀他可以买到这么多的烟雾弹所以他是有管道的，只是没有钱而已。那我说今天警方用这个雷射3D 雷射仪去还原当时的影像跟景象，其实我觉得是必然的。因为虽然凶手已经算伏法吧他已经往生了，可是呢，你必须要还给社会一个调查报告，这是必然的。很多人说，但凶手都走了，你查这有什么有意义？你要把整体的事项真相要还原给社会，给社会一个交代。另外就是透过这个3D 的这个所谓的全程影像的这个状况的还原，要查出一件事。我觉得警察还原这样，除了给社会一个公道以外，还有找出社会维安的漏洞。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的警察在某个地方做交通勤务，在某个地方做维安任务、巡查任务会看不到 ？OK， 因为他要透过这样的还原。把整个维安警察的漏洞找到，那不要让下次情形再发生。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第一线警察非常尽责跟无辜。因为我要说如果张文不是跑到成品的6楼吗？如果后面没有那7个警察去追，他不会跳楼。他可能很从容的，他应该在他的计划里头一定有一条脱逃路线。后来我们有回溯去看那个成品的5楼6楼之间，在5楼半的地方有个窗户出去，刚好有一台冷气，他可以爬到那个冷气上，然后从冷气旁边的那个水管慢慢爬下来。这也是唯一合理。他为什么要卸除不必要装备？他穿的这个防弹背心，穿的这些东西，他不好攀爬，他必须要脱掉。OK， 然后比较好爬。所以这是唯一的理由。那可能是因为后面追的人追太紧了，7个人在追嘛。他就跑一跑过头了，跑到顶楼了。那到了顶楼以后，他超出他的计划范围，所以他才铤而走险，脱掉衣服用跳的，然后摔下去。所以我才说，第一线的警察真的是有尽责，但是会还原整体的监控跟指挥机制，还有警网的调动。这个问题必须找出来。当然，这几天一定我讲有一些大型的活动，那有很多的民众会参加，那也让大家不需要心里面是这么诚惶诚恐的一个感觉，因为包括各地的警律，不管是见警律啦、甚或你如果这几天在大众运输场所里面看到有荷枪实弹，尤其拿长枪的警察，你也不要太意外。那就是要让民众安心，就所有地方要强化所有的防卫。而这时候你看到，在大家回头去看所有这些张文，到底他在所有的设计里头里面有一段刚讲好，因为中间这次用3D 雷射扫描，希望还原所有的现场，同时也找出有什么样一些的漏洞。那后面那几个追捕的警力是不是造成张文？那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他搞不好后面还有更大的一些的恐怖的一些的行动。但吴真还有一段，大家现在在讨论的是，第一个，
我们现在才知道，原来的我们的捷运警察跟一般像譬如说中正一分局的警察，大家的无线电系统是欧规跟美规不同。可是就算欧规美规不同，不是频道调到一样，大家就可以通讯了。这是因为这礼拜一台北市议会的交通委员会开一个专案报告，那其实当然议员们都在去检视这一些上礼拜发生的北捷这一起无差别袭击事件过程中，到底有没有一些可以精进或要检讨的地方。那蒋万安市长他有说，他讲了一段话了，他说对于有人用上帝视角来检讨警方这个事情，我不予置评。所以我们要先厘清啊，就是说。所谓的上帝视角是指我们现在事后往回去看，你各方拼凑当下，包含监视器影像，包含通联记录，你会发现说，在上个礼拜五傍晚4点、5点、6点的时候，在这一个时间，所有人在什么位置，这个叫上帝视角嘛。那我们用上帝视角要检讨的不是警察个人，因为人不是上帝，你在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掌握这么完全的资讯。但我们要检讨什么？检讨是制度，检讨是部署。如果我事后可以用上帝视角回去看，说，我的布防哪里有漏洞，哪里有机制不完备的地方，这当然是一个要检讨的地方了。所以在这一次北车的整个，我们看第一时间警方的反应过程，大概发现2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事情是警力的部署不足，第二个事情就是武哥刚刚讲到，警方的横向协调跟联系非常的不足。那我先讲这个。我带大家看一下所谓警力不足。我简单讲一下上礼拜的一个时序这个大概最黄金的12分钟，就在傍晚5点23的时候呢，张贤他来到了所谓台北车站 M7、M8 地下室1楼那边，他开始丢烟雾弹。然后呢，在5点24分，就是过了他烟雾弹丢出去过1分钟之后呢，北捷的情控中心掌握到说，有烟雾了，对，当时这个火警也自动开始响，所以他们开始来通知说站长你赶快去看，然后包含也是在隔了1分钟之后，我们的英雄于教堂先生因为阻止张贤，所以被刺中，他倒下了。好，那第2分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北捷的动作非常快已经开始全区疏散，所有在站务的这些站务员啦、清洁人员啦、行政员，所有人开始来去应，那时候第一时间觉得是火灾，然后包含一些什么地下街的这些星巴克啦、铁卷门开始拉下来，所以其实这部分的反应是非常快的，2分钟而已。然后包含一些什么地下街的这些星巴克啦、铁卷门开始拉下来，所以其实这部分的反应是非常快的，2分钟而已。好，那到了第3分钟呢，站长来到了现场了。站长来到现场了。站长来到现场呢，就来看一下这个整个情势整体如何。然后也在这个时间，行控中心看到影像说，原来不是火警，是有人丢烟雾弹。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通报捷运警察了。好，那可是问题是说，那捷运警察什么时候到呢？你看，因为这个张贤他丢出去烟雾弹，他行凶之后1分钟，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北捷掌握到状况，北捷掌握到状况以后，再过2分钟，站长就到现场了。可是，一直要到再过7分钟，也就是北捷掌握到状况9分钟之后，捷运警察第一次到现场。所以我们现在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因为理论上这种极端状况，你警力才是真正能应对的人嘛，行政人员是协助嘛。所以，那为什么会行政人员2分钟到，然后你的警力是再过7分钟，也就9分钟之后才到现场的？那综合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发现说首先第一个问题浮现了，因为根据台北捷运警察队的说法，就是他们在排班的时候，整个捷运的警力总共117站，然后他们有203个员警，168个外勤。那所以就是说168个警察要 cover 117个站了，所以他们排班呢是3点到5点2个人一班，然后下一班是6点到8点也2个人一班，所以就是说在案发刚好5点2几分，张贤开始刺人，开始丢烟雾弹，这5点到6点也是我们通勤时间的尖峰时段的时候，在北捷台北车站的捷运里面，当时是没有警力在的。所以就是说5点到6点完全是一个空窗期，所以当时从旁边其他的站赶快去调警察赶过来。好，所以这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怎么会在按理说运量最大，然后最紧张、最可能有状况的5点到6点这个时间，台北车站一天根据警方的说法有200万人流的车站，你这个时间是没有警力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刚刚提到的说警察的横向沟通之间的，因为这几天其实大家看就是说发现说哇，原来台北车站里面的警察
的部署非常的复杂，有3个系统，就是包含说，在所谓的这个台北车站，在地上层这建筑物外面，因为我们讲说台北车站滴水线啦，就是你屋檐那个雨水滴下来那条线，等于台北车站这样框一个出来嘛。外面是我们讲的一般的分局的警力，就中正分局。对，好，那进了台北车站以后，因为台北车站最一开始是这个火车站嘛，台铁，所以是台铁铁路警察。然后可是，在案发的这个 B1 的台北捷运里面，是我们的捷运警察。对，那所以现在问题来了，那问题来的是说，因为到现在回溯去看，发现说，哎，原来这个分局的一般的员警，跟铁路警察、跟捷运警察各自用的都是不同的通联系统。就刚刚武哥讲到美规跟欧规的问题，所以你现在事后我们用上帝，当然是开上帝视角，可是上帝视角开回去看，你会发现说，在当下就是上礼拜五5点2几分的时候，你看，假如这个同时分局已经接到中正一，因为中正一就在上面很近嘛，这几10公尺而已。中正一的员警在赶过来的路上，然后1楼有铁路警察在这边，然后地下1楼可能捷运警察要赶到现场的时候，这3股警力之间他们完全没有连通，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彼此在哪里，在做什么，以及假如这个第一时间捷运警察到现场，他发现起烟了，他发现人不见了，他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资讯告诉到包含地面上的其他出口的员警，包含1楼的铁路警察，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啊，这个也是在这一次礼拜一台北市议会的交通委员会质询中，其实很不分党派议员，大家都很震惊啊。就是台北车站是你说，就算我们讲说被恐怖分子锁定要攻击好了，这一定是你首先要防御的重中之重嘛。因为整个台北市的交通命脉，市铁共构在这个地方，不只是交通命脉，市铁共构，因为我们的行政中枢。我们包括连总统府、行政中枢所有这些都离这个火车站很近。是，我们不是有做过演练吗？对，反恐演练或什么，反恐演练不太应该是单一的警察队演练吧？只有台铁联合勤务，一致那联合勤务那时候大家没有发现过说，原来我们的那个通讯系统是没有办法连的吗？因为我不知道，我只觉得一般。大家那个，我以为是频道，大家调到同一个频道以后就可以。那欧规跟美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通啊。我补充一点哈，这个就跟陆海空3军做联合作战一样。我们在这一次没有获得共同图像之前陆海空3军是做什么？你会有一个3军联合作战指挥机制，然后会互派联络官。对，就是我带着我的空军的，对我是陆军的，我派个联络官到空军旁边，然后我是指挥官，我可以呼到这个联络官，联络官随时跟空军的联系，所以我的空军联络官跟陆军的联络官，我们两个就互相传达我们各自的讯息。对，那是以前在通讯设备有问题的时候会这样做。然后更进步的方式就成立一个联合作战指挥机制。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联合勤务中心。联合勤务中心里面有各个不同，有捷运的，有地铁，有台铁，有台北市警局的，所有的联络官在里面。他可以掌握到他所有执勤的线上行为。我再讲，对，因为以前各位知道，以前也许当然这是不对的。以前不是还有火腿族会去听那个警方的一些的那个频道的一些的讯息或者什么，尤其是各自警察队，就算是我是捷运队，你是铁路警察队，你是中正一分局或什么，大家的欧规美规没有办法连吗？可以，就是刚才武哥讲了侧听。就是他的联合勤务中心，他每一个所属的单位派出的这些联络人员，他就一直在侧听我自己的警网。那我觉得我警网有问题，跟捷运有关，我赶快联系。对他是有联系空间的。所以还是要回到那个联络的人，再回到我各自的警队才知道。目前的机制是这样，是这样吗？我跟你讲，就因为他执勤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了。其实我们现在看一般警察，因为我们现在对一般警察的概念来自于比如说电影到电视我们警察一呼叫是啊，所有人都听得到。是啊，那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地面上的警察，他们因为他是在开阔空间里面 ，OK， 所以他的无线电在发射的时候，他会先打到类似像发射台的概念，就我发话的时候，我会先无线电波会先到发射台，发射台再出去。所以第一个你会发现到警用无线电，我现在讲是一般地面上的警察。它基本上再远都收得到，因为你火腿族来讲，你要收得到远，然后第一个你功率要大，像我们一般市售2-3千块的那一种说实话2公里你了不起，但是仅用无线电，你如果按照原来做火腿族，你看像一般车机那个司机为什么他坐在车上有一根大天线？因为很简单，你拉得越高，功率越大，你收得越远。你有玩火腿你就知道。
但现在问题来，因为警用无线电，你不可能每一个警察因为天线搞这么高，所以它不是它的发射方式。所谓的美规指的是说地面上的警察，因为它打出去到了发射台之后，发射台统一再发送出去，所以你再远在这个辖区里面你都收得到。可是因为捷运警察他们的执勤的环境是在密闭的地下空间，所以他们的无线电之所以称之为欧规，是我们两边直通，也就我们所有人在场都有一支无线电，当我呼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得到，我所有人都听得到，他不需要到地面上去。你说的所有人是捷运警察的所有人，所以其实过去在演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地面上的警察如果进入到这个地下的警察，要跟他合作的时候，他要改用捷运系统他们所使用的那个无线电。因为他就没有打上去跟打出来的这个问题。任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在演练的过程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讲是一个漏洞或什么吗？地上，也就是说，这表示地上地下是没办法连的。大家从来都没想象过发生一个状况，是地上跟地下的警力之间是需要有共通性的这些。我们做过反恐演练，我们做过这么多演练，从来没有人觉得这是个问题。好，第一个，我们的演练全部都是照单一剧本。好，时间到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歹徒就会乖乖的站在原地，等你警察来抓他。那没有，我们过去没有演练过，这个人他会跑掉。我们现在也没演练过这个人会变装，也没有，他会从很多门跑掉。我们的演习不都是这样嘛？大家都被变在这个地方嘛。接获通报，警力很快的速的进入，然后歹徒就是在那里，歹徒趴在地上，然后就没有，他会先抵抗一下，然后我们警方这时候会介入，拍手。但我们没有演练过从 A 站跑到 B 站嘛其实你刚刚讲说无线电，其实你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一模一样的情形，还有包含到什么？因为它走的是地下连通道。对。地下连通道，它唯一能拍到的只有捷运站体的监视器。对，所以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在礼拜五的时候，大家其实非常好奇，他到底怎么从北车跑到中山站去的？因为地面的警察他只能叫地面的监视器，但他至死没有离开站体，所以你怎么讲？这是不是也有点像欧规跟美规的概念那其实你说这能不能解决？它当然有解决之道，这就回到了我们讲，要么就讲行控中心 ，OK， 不嘛就是它的应变中心，它是有编预算，同时有编制正式的人力在那里。为什么今天大家一直在检讨？就是说，那你行控中心那一天北捷说，如果你在现场，你其实看得到那7支监视器的画面，立刻被质疑。那请问，那你告诉我那一天现场有没有人看到嘛？就说它的概念其实一模一样。如果我今天的北捷，就算我地面下的警察所使用的无线电，它也进了行控中心。其实行控中心它一定有办法，因为你知道后来他们解释吗？他们解释说，我们其实有警用电话在做联系。你有发现他的用字很精准呢？他告诉你，我用警用电话联系，而不是用警用无线电在联系。所以这他确实是因为他的这个，你知道捷运警察他们其实最常遇到的状况，包含那些那个他们讲说有保全嘛，他们最常遇到的情况是稍微有个直角，收不到，因为很简单，电波会不会阻挠嘛？你今天一定的速度过快的时候，它也会被阻挠。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凸显出来，我们有没有 SOP？我们也没有应急处理的方式，有。但是真正发挥的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这些 SOP 到底是阻止了犯罪的发生跟伤亡的扩大，还是这个 SOP 其实给了人家有可乘之机 ？OK， 我接任俊哥话讲，所以这件事情凸显出来是说，我们在跨单位之间的资讯整合的环节非常脆弱，特别是当张前他甚至。他可能是有计划的要利用，因为我们从现在的资料发现说，他事前的规划非常缜密嘛，他规划行程，他甚至场勘，所以当我们看一样，我回来讲一下时序了，因为我们知道上礼拜五5点33分，第一个警力就捷运警察赶到 N7、N8 的那个现场，可是5点34分就几乎差不多同时，彰显他已经透过中山地下街，他来到地面层了，从华阴街 R2 出口走出来。所以怎么样？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警察刚刚讲说，捷运地下是一个系统，地上是一个系统嘛。当我们的警察到了现场，地下系统开始要掌握资讯的时候，他又跑到地上了。那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两边的资讯是没有互通的，所以一直要到什么时间，所有的资讯整合在一起，确认说这是同一个人，有一个嫌犯，然后他的身份叫做张文，是要到6点38分的时候。而6点38分，这个时候张贤他人在哪里呢？他已经来到了成品南西店。
而6:38，这个时候张贤他人在哪里呢？他已经来到了成品南西店，就是他在路上开始开刺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你说这些各单位之间没有横向沟通联络平台吗？有啊，有没有机制？有啊。可是问题就在事发当下的时候，他永远会慢一步。前事不忘后事之。刚来宾所提到的，没有在苛责任何一位警察，因为说实话，你光看到那个警方，即便装备不足，因为时间太匆促，有休假的，有什么赶到现场去，都还要往第一线去扑。但是刚讲那个就是制度面上做了这么多防恐演练，这些一个彰显。然后就凸显出了像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是不是问题？这当然是一个问题。这未来那包括现在各级机关都讲说，对这些问题未来到底该怎么样的往前改善，大家都在做这些。但敏凤中间还出现另外，我们是因为电影看多了吗？我们台湾是个科技大国，全世界都用我们的晶片，然后全世界都用我们的一些的科技，结果现在回头去看我们自己，刚吴峥讲到那个行控中心，大家现在在问到，大家都以为电影上不都是把那个镜头调出来？然后就会有一个小方格，然后这个，然后然后在这里，没有，我们这次没有啊。对啊，我们这次不是这样啊。所以议员质询也觉得很讶异啊。所以你经过这个议员质询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说，哦，你原来看到一个画面，他在放那个烟雾弹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去管他。原来就是行控中心没有人在看嘛，或是说行控中心没有这个我们。对了，我们也许电影看得太高科技了，那我们实际上面的人工真的太差了嘛？不过，可是问题是这样一个四铁共构的一个重要的单位啊，你的荧幕就应该像电影这么大才对。然后有一个人，所有人就要派驻人员在里面进行一个监视嘛，就是你可以说哦，不要这个各个单位要负责监督。监视哪几个这个镜面，但是你们要互相连结啊，你不能说我这个而且无线刚才就在讲了，无线通报也只能够一个单位通报一个，然后再上去，然后他不能够同时通知几个单位很像，对，捷运的警察、路的警察跟那个中正1分局的警察，他不能够同时发声音的，他必须还要。上报给我是中正一的，然后我就要上报给中正一，中正一再去通知，互相联系。然后这个警察的这个北捷人还讲很奇怪，他说如果万一电话有收讯不好的时候，我还联络不到。我觉得我们台积电都在弄假的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东西，然后你这个人力配置也很奇怪。尖峰时期15点到17点是一个班。可是17点到18点竟然是一个空着，然后18点就开始才有人。可是我们每次交通最繁忙，不是从15点开始吗？17点开始吗？下午5点开始嘛。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原来那段时间是没有警察在监视的，在监看的，在做找不到警察的，所以才会有这个人跑出去换装，然后再跑回来再去南西。所以这一连串我们都知道了，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大家害不害怕？非常害怕。我怎么会是下午5点到6点是最繁忙的一段时间？就是通常是5点到7点是交通最繁忙的时间，是没有警察在管的。但敏凤不发生事情，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件事。对，所以表示我们在演习的想定是错误的嘛。我跟你讲，这些消息还好是议会是问出来的。那我们可以知道说，有时候因为我那天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狐疑啊。就说烟雾已经放到这种程度了，然后你上面没有装警报器，我们家里面只要稍微这个抽油烟机没有开，然后炒菜大一点，警报器就会响。它后来是上面的那个警报器，因为烟雾是自动侦测的警报器，对，是有靠那个，然后大家就开始启动。对，但是我就觉得它的密度不够嘛，我觉得好像路人。他有一次放了我有一则是他放了之后，路人还从旁边走过去，他以为他在做表演嘛，那警报器就是没有想到啊，所以说我觉得说你包括公共建设的这个警报器的密度，你到底要不要加强？还有这种横向联系的东西到底要不要加强？这个东西呢，你整套所谓的安全的想定或是安全的这个设想，你通通要从头来过，要打破重做，尤其是。今天更惊讶的是，北捷明年又要减少人，因为那个环状线要开了，它预算减少1000万，然后就是要本来有200多人，然后现在要移大概50几个或者一半以上，
要去环状线，那环状线是谁管的？又是新北管的。好，那我们是不是本来3个单位，现在又多一个单位出来了，吓死人了。那到底现在谁赶5点到6点去做那个去北车啊？那个一定会改的啦。这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可能还不改了。对啊，我们的市长看不出来要改的态度啊，他只说你们不要从上帝的视角来看，那事实上这个不是上帝的视角啊，这是每个单位报告出来之后连接出来的漏洞嘛。我觉得你作为市长，你就说我们这是有错误的，要马上改进，这样才会安市民的心啊。你不要去讽刺别人说哦，你就问得太凶的意思，然后你就是上帝这样子。我觉得在回答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这种态度是不是很妥当的？来，元之，所以对市长来讲的话，刚才明后所讲，你的上帝视角也引起大家这样的一个讨论，而且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来讲，当然你会发现到，包括蒋安市长或吴峥好像也有刻意不提他的名字，用张贤啊，像这些，我讲你需要记得的是瑜伽场，你不需要记得的是张贤的名字。可是这整件事情，包括像赖清德总统也讲说，这个惨案发生了以后，就讲说是不是赶快总预算过啦，然后让大家包括在装备啦，包括那个什么执勤的安全、医疗资源，所有的系统都需要这些。那这些呢？总预算对啊，我们也希望赶快过啊。那赖总统明明就知道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没有依法编列我们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律啊。一个是警消退伍条例嘛，特别是发生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说警消其实在一个很危险的环境下工作啊。那让他们退休之后多领一点，又怎么了吗？对，他就不依法编列预算啊，所以就是希望他来讨论这个事啊。还有一个是帮军人加薪啊，就是不谈啊，就在用喊的啊，赶快过，赶快过啊！我们已经讲了说你要来谈这个事啊。所以我们也希望他积极一点啊，不然总预算卡住，实在是对全国家都不好。所以政府要做一点事情啊。然后再来就是蒋万安，蒋万安当然有点帮警察讲话啦，因为坦白讲说，这个警察是第一时间蛮辛苦的。我看到有那个派出所所长那出来受访的时候，就是哽咽啦，就是这些弟兄就是出生入死，很多是休假，知道事情还没有领装备就去现场了。所以外界当然我觉得。事后来检讨什么机制 SOP 的状况，我觉得 OK 啦。对啊，当然也不要没有人在检讨个别的警察，没有在检讨基层啊。你机制不好，你警察当然在做不好事啊。但是就是有一些政治人物，就是把它无限上纲，变成有点政治斗争啦。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不用啦。但是事后讨论 SOP， 我觉得 OK 的。那蒋万安最近也做了一个决定嘛，就是本来27号、28号就是这个月27和28，他要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那本来是2天，而且这件事情前面就一直就是有很多波折啦，但是这个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反正9月要去嘛，后来因为什么 MOU 没签还是怎么样来不及，改到12月底，所以这个事情在市政府之前要不要去也激辩过哈。有的人认为说干脆就不要办了啊，有的认为说那这是唯一的官方交流的平台啊，所以还是要把它保留，所以也是激辩过，但是最后还是决定要去。然后2天27、28，可是因为发生这个事情，蒋万安后来市府决定说，为了要让市民安心，然后他可以多一点时间处理善后的事情，所以他也只决定说只去1天，我们一个早上。实的，不要这种虚的，好不好？你去不去关你我什么事？你提出你改善的方案可不可以？所以你觉得他要去2天是不是？我管你去，所以他去2天，你要骂他，他去半天也要骂他，有做也要被骂，没做也要被骂，反对人都是这样啦，对，所以他就确定就是去这个当天就来回了啦。那所以我觉得市府现在就是非常积极在做这个事。那当然大家可以批评啦，这都 OK 啦。但是重点是怎么把这个社员安全网把它补好嘛，警力以后怎么衔接啊，各方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检讨啦。那他有做这样的事情。那刚刚武哥讲说他不去讲那个张姓嫌犯的名字啊，是因为不想让这一些人好像可以利用这种机会得到名声啊。因为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干一票大的，然后让全世界注意到我。那如果你一直提他的名字，好像他名流就是这个名字，不管是遗臭万年或怎么样的，这名字被他记得，好像他就得逞了。这以前那个2019年的纽西兰清真寺也有发生一个枪击案，也是死了49人啊。然后那时候当时他们的总理啊谈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就不讲那个嫌犯的名字。我觉得对，就是不要让他们好像觉得自己可以让大家记住啊。那蒋万安其实他这时候可以多提一些，就是过程当中英勇救人的人的名字啦。好，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有牵扯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对，也就是我觉得也不希望大家牵扯到意识形态。像《自由时报》
哦，这个说叫超级意识形态。他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篇报道还特别强调，就是说什么凶手呢网购了13把中国刀啊，就这特别强调中国刀。然后内容就是说，这个张姓嫌犯嘛，他在网络上他是买了13把刀，都是用化名啊，一个叫张丰衍，化名可以讲，然后也不是本名啊。然后买了13把刀，然后其中源头全部都是中国。然后是怎么买到的呢？因为它是网络购买，透过2个购物平台，那都是有人去中国把这个刀买回台湾，然后在网络上贩售。那都是有人去中国把这个刀买回台湾。然后在网络上贩售，那其中2把长刀就是他用的，2把30公分战术背心里。那这个是露营用途的防史泰龙刀啦，因为它没有开封，所以并没有违反这个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可是它其他还有10把，就是15公分的仿兰波刀，这个因为已经双面开封了，已经违法了，所以警方就是要去查为什么这个刀会被开封，而可以上网去卖。那当然这个我觉得那个报纸。他的强调，他的重点不是在去追查说为什么有人可以在网络上买到双面开刃的刀，而是一直强调说这个刀是来自于中国。那我觉得就有点刻意搞意识形态，而且这也不是这个唯一的搞意识形态。我发现那个张姓嫌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在网络上面随乱讲，譬如说还扯到单名的哈，就是说，他的名字是单名，那个台湾人很少取单名。大部分都是中国人，然后还有讲到就是说外省人很喜欢取单名，所以这个说不定他就是什么陆配之子，或者是中国移民，就是在那去扯这个，网络上就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东西。是陆委会第一时间就，陆委会就赶快出来否认啊，就大家不要去制造这种歧视，好像单名的又怎么了吗？吴镇你单名啊，吴镇就很好啊，所以我就不要这样子哈。然后再来还有就是像民进党有一个政治人物叫林志杰，还选过立法委员的。他在事情发生没多久就PO脸书，他就讲说这个就很像是第5纵队，他的讲法是说他儿子这样觉得啦，但如果你儿子觉得是错的，你如果认为你儿子是觉得错的，你不认同你儿子，你怎么会PO出来嘛？所以他也这样认同。果然他在留言的地方也说他也觉得是第5纵队，而且他为了要强化大家认为这个是第5纵队，还说呢，哎呀这个你看哦，这他的丢烟雾弹的手法就不像是没有经过训练啊，可见很有专业度，好像要影射说，他是不是在中国那边受过训练，来这边故意搞破坏的，破坏台湾团结？不是啊，你林志杰，你真的觉得他是第5纵队吗？所以大家都很生气嘛，就是这个是一个不幸事件。像我们刚刚节目讨论，大家把很多细节把它讲出来，给大家一个建构一个比较完整的可能性的他的动机，这很好啊。可是你在没有证据情况之下，就觉得说，先消费这个事件，把它扯到抗中去，然后让大家讨厌中国，然后去操作意识形态。这对社会有比较好吗？我觉得要不要先回应一下，就赖清德总统讲说希望尽快做总预算，然后刚袁志的意思是说是赖清德总统什么刚讲的那几个预算，包括警消啦、什么退辅的这些预算，不过没有按依法编列，所以呢好像是你们这边的一些的问题，还有刚讲到意识形态，要不要先回应一下？这是蛮多不同话题。我先讲一下这个袁志刚刚最后讲的好了。对，确实啊，这个首先讲到单名的部分。对啊，我就单名啊，我们黄姐也单名啊，陈菊院长也单名啊，对不对？所以或者就是说第一时间这个很多各方都会有揣测啦，因为这个其实上礼拜5一开始出来资讯也很乱，本来一开始还以为我看这一时间我看到有人倒下的时候，还想说是不是被吸烟呛到，怎么会欧卡？但后来整个资讯逐渐拼起来嘛。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标准一致，我们价值观也一致嘛，就是说我们要去就是说不要去传播不正确的资讯，然后去在这种危急人心惶惶时刻，要看官方正确的讯息嘛。所以包含后来其实台北市的警政单位出来讲说，这就是一起这个孤狼式的无差别攻击，它背后不是组织性的犯罪等等啊，包含陆委会我们这个梁文杰副主委也出来讲说，没有这个彰显他就是台湾人，所以背后也没有所谓的这个终极的背景。那只是我觉得袁志刚反应就是稍微有点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你看你说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嘛，就是说你不要去做一些不实的揣测，要讲正确资讯。那只是说你刚特别提到说，好，例如说某媒体好了，某个纸媒，他有提到说张贤的这个刀从中国进口，那你就感觉蛮义愤填膺的。可是如果他确实是透过一些网购平台从中国买的，那媒体要去讲，这也无不可啊。就配合民进党青鸟，在网络上散布这种中国的意识形态，你就乱扣帽子，我觉得是一整个，那梁文一整个氛围。那梁文杰是不是民进党的？
杨文杰，对啊，对啊，那奇怪，那你怎么不讲说？民进党第一时间出来帮中配讲话，不能两手策略，不能两手策略。一方面一直说，哎呀，第五纵队，然后另外一方面又说，哎，不要说谎。那你们自己人说第五纵队，另外一个人出来打脸，这就两面手法。对，而且你看，不是这我们刚刚讲回来，《自由时报》去讲说这个嫌犯他从中国买到刀，这也确实是事实嘛。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我没有生气，我是媒体要去怎么样去报道一个完整的事件，只要他有，你让我讲，只要他有讲到，只要他有讲，他没有去造谣，那基本上这个怎么样报道是他的权利嘛。那我反倒觉得说，好像有你反而让我感觉你有一种意识形态，好像只要有人觉得中国不好，你就很生气，怎么可以讲中国不好？怎么这个事情就讲到中国？你就讲彰显吗？为什么要讲中国？那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这样反应了，因为如果他真的从中国买这个刀，我是觉得民进党不要一直操弄这个东西。老师，你看你又来了。那梁文杰说民进党的，林志杰是不是民进党的？你怎么不讲说，梁文杰马上出来哦，就跟大家讲说啊，这个不是中配的。好，我讲回来啊，我觉得比较预算是这个比较重要是预算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中央政府重要的总预算现在卡住，包含这个2026明年度的总预算啊，包含这个财划法啊，这院版的财划法，那包含还有这个8年1.25兆的强化国防特别条例。那现在这些东西在立法院都是完全卡住，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个问题是说，国民党看起来是采取一个完全杯葛到底的战术，然后后面都说啊，因为你赖清德如何。因为你看，我先讲一个，这细节很多啊，但我先讲，例如说，好，元之刚提到说啊，因为你总预算没有编，他们之前过的退休警消的这个退抚的这个退休金变多啊，军人加薪，我们是加1万，他们是提个加3万嘛，等等。但其实这个部分，民进党我们之前讲，这个我们都讨论过了，我们的立场就是说，你立法院不能单方面增加行政院支出，因为预算权在行政院手上，所以我们认为违宪，我们也释宪了。所以如果现在确实这个有争议，但一个合理的机制应该是说，好，现在宪法庭恢复了，那让宪法庭去裁决。可是国民党同一时间也要好像希望继续瘫痪现在宪法庭，包含去对大法官提告啦，包含傅昆萁提案说以后宪法判决要经过立法院这个追认啊，然后什么要全民公投才算啦，怎样。那好像你们也没有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国防预算好了，我们讲国防预算，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很关心啊，就好几家民调也在做说，我们台湾老百姓普遍民众50%以上都支持强化国防，赶快处理嘛。那现在国民党就一直说不行。你赖清德没有来到立法院去把它讲个清楚，我就是不审不排啊。翁小玲说，我就是要继续挡。那问题是说，赖清德已经讲了，他愿意到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告。那之前就卡住关于这个即问即答也是违宪，这老问题了。但我要讲一个问题是说，国民党现在一直讲说你没有来讲个清楚，我不知道细节，所以我没有办法排审。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骗人的话术。因为立法院就是把案子进委员会才能审啊。像之前。这个强化国土经济安全特别条例，国民党的意见有没有跟行政院很大不同？有啊，因为一开始包含那时候说因应关税，我们要补中小企业800多亿，国民党说不行要加，变900多亿。然后包含一开始我们说2000亿要台电拨补，国民党说不行，我要普发现金2860亿。行政院一开始提的那个强化国土安全韧性特别条例里面完全没有普发现金，那也是你条例赶快到立法院里面案子委员会审，然后国民党把它改了，说不要，我就是要指定你要普发现金。那整个案子才往下走嘛。好，那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讨论到这些跟国内大家所有在国内政坛里面，这些重大的事件会有关系。但一中，我一直从这几天我就讲说，全台湾人都要记住这个英雄的名字——余家昌。对，因为你从这几天回溯回去看，如果不是他在第一时间，然后扑上去的话，后真的不堪设想，不知道会怎么样。刚刚讲到金流的问题，那个3985块。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大家现在一直在查那个到底那个金流到底怎么来。可是有一个，他几乎不用手机，对，然后他会用他的电脑去查询一些。现在发现他会用那个 Discord 去加一些秘密的一些群，那个到底一般作用是在哪里？就这个张贤真的是，你可以说他心思非常缜密，或者你就说他极度的狡猾。他其实，在事前，包括警方从他云端的那个作案计划书里面去判断，原来他还有分 A 计划跟 B 计划，他就整的。然后这里面呢，而且他在事发之前呢，除了我刚刚讲了买了很多刀，买了很多汽油弹、烟雾弹以外，他其实还参考了郑捷，他大量的去搜寻那个郑捷的事情，11年前郑捷的案件。然后这里面呢，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他其实感觉得出来，他认为郑捷那个是失败的。因为郑捷当初是在板南线，他是在捷运车厢去行凶。那捷运车厢行凶完以后呢，基本上他是然后找不出去啦，用拐起来，所以基本上就是
无法绕跑，对。但这一次的这个张协很厉害，你看看他第一个计划 A 计划里面，在那个北车的那个 M7N8那边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靠近出口的方向，所以他烟雾弹丢下去以后，接下来就是汽油弹就中火，然后接下来他其实就是他有个出口出去嘛，可以跑。那今天当然就是因为是瑜伽场这位英雄，他把他阻止下来。你们知道，如果当初瑜伽场没有把他制止下来的话，你知道那个情况有多严重吗？我们有统计过，就是说北车就台北车站啊，光他一天的那个人次是30万人次。那30万人次里面人最多的地方呢，就是时间就是刚好是下午5点到7点，它占了当天的流量的20%。也就是说，在那个张贤丢烟雾弹准备要开始大屠杀的那个时候呢，其实光一个台北车站哦，人次就有6万人次。你能想象，他如果那个火烧起来，因为烟雾弹又火，然后又是密闭空间的话，那个其实讲真的啦，烧死的不多，但是我相信被呛死的会非常多。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况下，戴上他的防毒面具以后，他还可以随机去砍人，然后砍完以后他就绕跑，沿着他原本规划的动线。所以今天就是因为这位英雄瑜伽场先生去把他阻止，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在北车，其实这几天呢、非常多人在这边就是给他致上那个国旗都放着，他真的是我们国家的英雄。然后这里面更感人的是，他的那个有个同学，有跟他同梯也到北车去悼念他。然后他说他以前是他当兵的同梯，30几年的朋友。他到瑜伽场当年在11年前那个郑捷事件的时候，就有跟他聊过。他说如果他在现场的话，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就他同学说11年后，我的兄弟。他做了这件事，是很遗憾，他往生，这一个。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所以大家也看到这几天新闻，就是瑜伽场的妈妈也出来讲话。昨天不是那个凶嫌的2个父母亲不是在那边下跪吗？其实这个让大家想到，如果有看过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的话，其实里面有一段，就是凶嫌的妈妈谢琼轩演，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花20年养出一个杀人犯。”所以其实爸爸妈妈也是痛苦的，这个所以瑜伽场这位英雄的母亲，教出英雄的这位也是英雄的母亲，他就说，请大家就是不要再去就是去苛责他的爸爸妈妈，他说他们不希望这样，而且更了不起的事情是，其实有个宗教团体已经捐了200万给他妈妈了，80几岁的老妈妈竟然把钱就再捐给桃园市政府，他说你们去自行去运用，所以你看这是很高贵的情操，所以也是因为这样。那只是说他妈妈有讲一件事，他说他希望他儿子，因为儿子小时候也跟爸爸常去那个桃园的忠烈祠特郎啦，所以就希望是不是也可以入祀忠烈祠。有，对张善政桃园市长听到了，他也抛出来，他就说向瑜伽场先生致上最高敬意，他会入祀忠烈祠。这个忠烈祠其实位在桃园的虎头山，它其实严格来讲它叫做桃园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园区，因为日本时代其实日本神社啦，然后国民政府来了以后就把它改成桃园的忠烈祠，那这都是快木做的，其实是市定的一个古迹。然后那张善政说明年春季的时候就会把它正式入祀，然后他的公祭是办在台北，那张善政他说他会去，然后蒋万安也说他会去，所以基本上这个英雄是值得大家悼念，因为如果没有他，情况很严重。然后刚刚讲回来，就是说，现在大家还在追的，就是说，这个孤狼式犯案，他真的是孤狼吗？因为检调就去调查他的那些，第一个就是说，他查出他们他用2只手机，一只就能给出去啊，但是有一只呢，远程的那一只，在去年11月的时候已经被停话，因为他财务状况不好被停话，就欠债，所以后来这一只就停掉。然后他去年8月又办了一只中华电信的，那办了以后，其实呢，根据检调的那个通联记录调，他说案发这前几个月啊，这几个月的他并没有任何的通联记录，他就是可能他没有跟任何人联络。那如果没有跟任何人联络，他到底？可是那又很奇怪，刚刚主持人提到，可是他被查出来，就是说他可能有使用一个 Discord 这个软体。对 ，Discord 软体其实是比较是那种游戏玩家在使用的一个软体，它其实类似就是那种比较像 Telegram 或 Line 这种也是通讯软体的一种。只是它比较特殊的事情是，它有点像是邀请制，就是说游戏玩家他们要认真开一个群组一个频道，然后要对方给你连结以后，你才能加入这个。而且他还要认证，所以他不像我们 LINE 就是例如点位他就有 LINE， 他就是要有个人邀请他进去。那因为他看起来他是有在使用这个 Discord 这个加密软体。那我刚刚讲他是一个邀请制 ，OK， 谁邀请他这一个？所以现在大家要继续追查。不过这个不容易破，就是因为 Discord 的公司在美国跟荷兰，那这个你如果要去再调回他的那个原始资料的话，这边可能会比较麻烦。OK， 来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的现场。好，那对国内所有政坛来讲的话，那政坛上所发生一些事情，对于2026、2028有什么直接、间接的一些影响吗？那包括这一次讲说有7个国民党的委员到中国大陆到厦门去，然后参加台商的一些的聚会，然后也引起大家很多讨论，因为媒体就刚才元之讲的纸媒，然后就直接讲到是不是有所谓的那他们的一个独家，然后去那个地方。会不会要挡了预算啦？类似这些，来元之从你来吧。因为你是其中一个当事人，那你看到国内在这件事情讨论很多，包括媒体上有去接旨吗？要去挡预算吗？因为翁小云委员是在回来以后的第2天，那刚好又是国防预算，然后所以这一块呢也挡下来，所以有很多绿营的朋友就说，你看吧，去他讲说他要挡，他就真的把他挡下来了。这一段。我觉得第一个，我是觉得媒体真的很堕落啦，因为以前人家要指控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是要有所本嘛，然后你拿到什么证据啊，再去讲别人，然后现在完全没有，可以自己随便乱编故事，只是知道我去厦门就说我去接旨，可以这样子哦，那我可以随便乱讲一个人说，你昨天是不是去哪里乱搞？我可以这样子，没有证据就可以随便。他们有人讲说在机场，然后记者问你们说要去哪，你们说不知道，而且他也是乱写的，他是因为而且他很诡异哦，他已经在我的登机口坐在那边等了。请问他怎么会知道我班机订的是哪一班？就很诡异啊，是谁泄露我们的行程？难道是航空公司吗？然后到了出口的时候，然后他也没讲他是谁啊，就忽然这样冲出来，然后对着我拿手机这样，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然后你跟人去，那我当然就想说你是谁啊？我说请问您是？他说他自由时报，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是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厦门啊，然后他说他就问一堆问题，我不想理他嘛。然后他最后问到说，那你有跟哪些立委一起去？我说我不晓得。然后最后他可以把它写成说，我说我去厦门干嘛？我不晓得。可以这样胡说八道，因为媒体可以这样胡说八道。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有人事先在操作嘛，就是先给了他一个故事，然后他拍到我之后，就把那个故事套用在那个照片，然后就掰了一个故事出来。正常来讲，你要拿证据出来嘛，然后。后面他开始掰，就是说，哎呀，他们去了之后要接旨，之后一定会挡国防预算啊，废话嘛，本来就是不是挡国防预算，本来就是会要求赖清德总统跟我们在党团就是朝野协商，确定他来报告的形式之后就会复委嘛，这个是之前大家老早就讲的事情啊，而且国民党绝对不会挡军购啊，1.25兆怎么可能会挡？现在是希望说。你既然钱这么多，那你先讲清楚到底怎么用嘛？国家战略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买这些武器？买了之后后续怎么样？是希望你来做国情报告，而且你自己之前也答应说要来嘛。现在只是在细节的协商嘛。那你一直不来做细节协商，然后一直说，赶快复委，赶快复委。那我们之前讲都白讲了。所以那个媒体本来就知道。只要赖总统或者是民进党党团没有跟我们讨论好国情报告的形式，这个军购案就是不会复委嘛。然后他就在那边自己瞎掰，就说哎呀接旨挡预算，然后挡了以后呢，又说你看果然就是去中共，就是倒果为因啊。总预算也是一样啊，本来他们就很清楚知道为什么现在一直没有办法复委嘛。像去年其实总预算也有一度卡关哦，当时是针对禁拔补偿条例，也是3读通过，然后之后。但是行政院也没有依照3读通过的法律去编预算。那当时行政院其实还想解决这个问题哦，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卓院长啊，还找韩院长一起去吃大三元嘛，对不对？然后后来不是还有卓院长又找了傅昆萁，然后柯建铭等人去行政院开会。那时候柯建铭还生气，因为位置没有帮他排在那个卓院长的旁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也是总预算卡关，但是行政院至少还觉得说，不要因为这个条例没有编预算，大家来讨论一下。然后后来用别的方式啊，就让这个顺利复委。那今年他就是摆明就是我们要理你啊，那你们要理我们，那这个就是问题在这个症结点在这边啊。所以我认为他们今天这个到底是谁配合自由时报去操作这件事情，其实为了要转移总预算不能复委的焦点，他想要把它模糊成说。都是因为这几个立法委员跑到中国去大陆之后接旨之后才挡的，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问题的症结很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生病就自己吃药，不要去扯一些那种周边的。我就问一件事情啊，像我啦，如果是要接旨，怎么会找我去嘛？对，我这对不对？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自由时报那时候为了就是好像要把这个故事掰的好像比较跟真的一样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去的这几个委员，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委员会。然后我还有看到民进党的，我不知道是谁在那边乱带风向啊。他像叶元之是教育文化委员会召委，我什么时候变召委？
我也不承认，对，我去就是很单纯嘛，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过，然后这一场那个台商的这个活动，听我要去的一个立委同事，好，就有一个人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这次办得很盛大，可以去看一下啊，我没有去过。就是这样，我还没有台胞证呢，我还办落地签呢。而且我去了参加完那个晚上活动，我隔天8点钟就坐飞机回来，我10点就到了。你是自费去啊？你是自费去？对啊，自己订的机票啊。自由时报，你有证据拿出来，没有证据这样乱指控，台湾的媒体怎么会变得那么堕落，变成打手？来，我就直接请教，来任俊是媒体人。这整件事情，然后你看元之讲的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好像他被污蔑成这个样子，他自己出来解释了这一段。那等一下吴峥就是刚听到了，这整个他说你们是在转移焦点，就是要把所有焦点转移到好像搞的是他们去那个地方接旨，才造成后面因果鸡生蛋，蛋生鸡到哪一块？来任俊。这个你虽然丢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怕回答了，如果有人不喜欢，又说我们堕落，又说我们怎么样啊？但我其实老实讲，我并不反对去啦，因为你讲说去看台商嘛，那我也必须讲，就是说如果是看台商，我觉得 OK 啊，比如说台商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反应，大家毕竟大阵仗7个立委去嘛啊，我讲这个台商协会过往有这个固定年度的活动，我就问一下，就是过去有邀请这么多的立委一起去吗？今年是33年好，就对嘛，就是他也要这么多去，所以其实我也讲啊，就是说你去看，如果真的说去看了台商，可以回来啊，不是反映一下嘛，台商到底讲了些什么？您在跟台商接触的过程当中，对不对？他是觉得两岸政府哪里不好，是不是？我觉得都可以讲，因为代表什么？有接触嘛，有交流嘛。我们以前跑两岸的嘛，我们听过很多这个台商，你知道我那时候跑那个海基会啊。还有曾经闭门会议过，记者被赶出去，为什么？因为台商炮声隆隆，不让我们听这样啊。那时候还在那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对社会来讲，你去其实我觉得 OK，但是回来之后，所有的议题困在刚刚元之讲那个，我相信他应该也会觉得不公平啊。我再帮你补一枪好了啊。也有人会质疑说，对，你是自费自己订。那是立法委员里面呢，基本上1年说可以报2次的机票，那会不会我订的时候是自己自费，但是我回来之后呢，可能到最后我拿去核销了？我看也有这种质疑，我相信对他来讲听了一定不公平，对不对？这我就讲，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其实这件事情，他们是说这个重点到底是什么？没，那没重点应该是他质疑我，因为别人质疑我。我说没有别人出钱，对，没有不是台上不是大陆出钱嘛。这重点不是我自费不自费，这个不是重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又变成话题，大家可以一直延续。对不对？关键应该是说，你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关键应该是说，指控我是去接旨指控我去什么回来之后就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要做这种指控，必须拿出证据出来，因为网络上讲的很难听呐，说说叛国贼啊，然后怎样讲的那么难听，那有没有人拿出一点根据出来？完全都没有，就可以这样直接骂人。回到我身上了。我刚刚是在替你抱不平啦，好，我是说而且我其实已经知道有人一定会去追着立法院去问说，你今天讲的这么大声，说你是自费去的啊，那你接下来如果拿那个机票去报账啊，立法院也不是什么会守住机密的机关啊，那会不会这个可能到最后又潜入这个啊？所以元之刚刚讲的那个，其实就我刚一开始说的嘛。如果你今天是要去看台商，其实你回来大可以说你在跟台商接触的过程当中，哪个台商怎么样，他希望反，但其实老实讲，到今天为止，即使到现在，我也没有听到。就我们7个立委去，你知道当时那个报道看到我们也傻眼啊，说7个立委刚好分属7个不同委员会，然后呢，这个委员会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为真因为我也没有这个懒得一个一个去查对啊，因为报道这样写了啊。就说现在对于大家来讲，你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老实讲国民党立委去不去这个中国，他没去之前他也挡预算啊。国民党不会承认他挡预算，民众党也不会承认他挡预算，但是他用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不付委。他用的方式叫不付委，因为我如果付委之后进入逐条，我这个不给你，那个不给你，那我不好意思，那就留下记录了。也就是我实质上真的跟你进去讨论的时候，我这个不给人家一定会质疑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调整。所以后来他们现在战法，你会发现到，其实从大罢免完了之后，整个的国民党的战术跟战法改变了。OK， 我不要让自己扛负一个我挡你的罪名，但是他变相，来啊，我就不付委啊，你要我付委之前弄个条，你不觉得这个东西跟大法官很像吗？立法院今天可以说我们自己做一个决议，认为司法院这个是违宪的。我再问一下，请问立法院跟司法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立法院可以自己在院里面自己叫说，我觉得这个不行，可是你要把你的东西拿去约束别的院，跟别的院讲说，你这个不能，这个不能。那我还是问一下，请问你们的关系是对等、互不隶属，还是你们觉得你们有上跟下之间的关系？所以现在看起来整个东西是整个乱掉的，但是对于厘清事情有没有帮助？我也讲啦，你说这几个，这个说有，我看刚元之讲说，我听到有其他国民党立委讲，那个中国派的人的那个成绩这么低，怎么我们来那个好，可能不是元之这样，我听到有几个那个国民党立委说，你们怎么讲？我们去接旨，你看那个成绩也没到多高，你知道也有负面的声音是，对啊，人家成绩没到，因为人家高的成绩会见高的成绩啊，那如果是这样低的成绩去台商这种协会的活动，谁会不知道背后有台办的影子？不要骗大家没有接触过两岸呐，这种台商固定的年会的活动，后面的协办单位跟指导单位本来就是各地的台办嘛。这个没有什么啊，我们没有说你不能跟台办接触啊，我都讲，我甚至很乐意看到，如果国民党、民进党如果能去，民进党也去嘛，对吧？民众党大家去那边高呼中华民国依然存在，我代表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来到这里，还是你去那边被人家称这是来自于台湾地区的立法委员？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在当地人家是怎么介绍的。OK， 来，我觉得。元之刚刚提到说，网络上有这个民众质疑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呢，这一趟有没有不正当的连结？其实不用讲网友，包括我也质疑，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质疑？是因为虽然国民党都撇清说他们跟共产党、中共之间没有什么样的连结，可问题是说你的外显的行为，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是在帮中共的忙吗？因为共产党讲过很多次了，国台办公开的讲，他们都反对台湾强化军备，他们说我们这个叫以武谋独嘛。那甚至在过往，当美国要来跟我们做军备的时候，中共还要去施压，还要去抗议，还要企图从中伸手去破坏嘛，对不对？那所以就讲回来了，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说，那你为什么要挡这个国防呢？对不对？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上一趴讨论这个北捷的事情，那如果今天张协在作案的时候，有人去把那个监视器刻意按掉，那我们会不会很自然问一个问题，说你是不是串通好的？你为什么要在他需要的时候出手帮他这个忙？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自然会有这个质疑嘛。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质疑？因为国民党说，包含元之你刚刚也讲，说怎么会挡国防预算呢？我们当然支持嘛。可是你们嘴巴上说支持啊，实际上做的就是不让他复委啊。我刚刚有讲不复委原因嘛，我继续讲。对啊，所以这个是言行不一嘛，所以就是转移焦点嘛。没有人转移焦点，因为你看。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国民党支持国防预算，立法院以现在立法院生态蓝白加起来绝对多数，行政院因为国民党都说我们不知道这个1.25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这个不清楚没有讲清楚，我怎么审？不能，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很简单嘛，行政院编8年1.25兆，你国民党你到时候如果不满意，你可不可以砍到1.2兆？你可以砍到1兆，你可以砍到8000亿，你可以在委员会封杀，让他委员会根本就不过，都可以啊。哪一点是国民党做不到的？对不对？那就像之前国土安全韧性这个特别条例，行政院编，国防部下1100亿，陈玉珍就30-50亿啊。这个预算权就超支在你嘛。你如果对这个东西过程中，行政院这个国防部的说明不满意，你随时闪啊，就跟任局刚刚讲的一样，你可以逐条检视啊。你说最少复委？对啊，最少复委。本来这个就是委员会的功能嘛，因为我们现在讲。观众朋友讲，我们现在讲的复委是程序委员会，就总机嘛，总机要把这个案子放到所属的业务的，也在立法院就国防委员会，他才有办法进去里面讨论嘛。那你现在一直纠结说那个赖清德来说明，我就讲一个最直接的，赖清德的说明有可能会比在国防委员会里面国防部长讲得更细吗？会比参谋总长讲得更细吗？也不会嘛，因为他来讲个大方向嘛。你一定是执行业务单位，陆军司令出来，参谋总长出来，国防部长出来，就讲更细啊。那你国民党一直说我要看细项，你做的事情却是不让这个案子在立法院里面到委员会可以真正好好的讨论，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当然认为你们就是存心背壳啊。那元哲来先回应一下。第一个这个1.25兆预算是国防部宣布的吗？不是嘛？这是赖清德总统先去发外媒投书。
回来讲的嘛，所以这个是重大国情，这不是说像吴峥讲的细节什么什么，这重大国情，他必须要站在总统的高度去跟国人讲说这笔钱到底是重要性在哪里，然后要怎么用，然后战略什么什么，这总统高度跟国防部长这干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他先来做国情报告，然后再让他复委嘛，从头到尾就没有要挡这个军购，但现在因为民进党现在就是这样啦，就是僵局嘛，就是。我以前不想理你啦，我也知道民进党是这样我也知道你们的诉求啦就是要来讨论这个东西，但我就不理你，然后我就发动很多认知作战，比如说什么媒体呀，就只要有立委去参加个台商活动，就给他扣个帽子说去接旨，他回来就会党国防预算，结果用这种压力的方式逼我们就范嘛，我也是觉得很可怕什么时候台湾变成这样？用这种压力的方式逼我们就范嘛，我也是觉得很可怕什么时候台湾变成这样？连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都可以被扣帽子说去接旨，台湾怎么会变成这样？到底是谁纵容的？如果这样讲，来，对，我再讲，因为元之刚刚讲说，你赖清德要来说明，问题是你一直回避问题，赖清德也说好啊，那他也说我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那就来谈啊，对不对？那已经我们讲了，那其实国民党一直设一个 deadline， 说我们之前讲过，你们一直说即问即答。那我就再问一个问题，没有说非即问即答，什么事情是赖清德到立法院做一次国情报告说明不清楚，他还说好可以收集问题，我再来统一回复一次，这样还说明不清楚了？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即问即答才能处理？现在两边各自把自己的想法丢出来，所以要谈，你们愿意吗？那他现在是连谈赖清德马上答应，可以来讨论啊。不是，你看你也不讲清楚，那你现在就是讲说赖清德就是这样愿意去，但是同答都要按照我的方式，因为我最大，我没有让你们在野党，虽然你们在野党是多数，但是你们算什么？现在赖清德都摆出这一种的态势出来啊！你们通过的法律我也不附属啊，我高兴法律就附属，让它生效。那即便生效，我也不见得要执行。但是我不高兴的法律我不附属，让它失效。赖清德现在态度就这样啊！那在野党难道就是被他这样子吗？这样30秒就好了。就是总统可不可以到立法院去做国情报？当然可以，但是可不可以被立委？这个接受立委质询就即问即答，这个去年宪法庭已经开过一次会，后来你们甚至修了法，后来宪法庭就判了违宪，所以国民党你是刻意找一个，就是我们讲说教父有句名言嘛，我说我给他一个他不能拒绝的这个 offer， 那现在国民党是给赖清德一个他不能答应的 offer 吗？因为去年在宪法庭上，赖清德代表洪伟胜律师就讲了，说我总统如果到立法院接受你这个立委的质询即问即答的话，是我自己弃守立场，是我自己放弃了我的宪政框架。赖清德就这件事情上绝对不会答应的嘛。那你一定要去锁定一个我们去年在宪法庭上辩论上我都讲得很，总统把立场讲得很清楚的事情。你说我就是要这个，你不来我就不让这个东西过。那你就存心要挡啊，就好像现在任俊哥也有主持广播节目啊。如果他今天叫我去上广播节目，说吴峥你来上广播节目，我说好啊，只要这个台北市开始下雪我就去，那我就是没有要去嘛，就这样啊。你真的这么不喜欢上他节目？他来过。OK， 而且台北会下雪，可以让给你。台北有下过，很少，很少。戴敏凤，元智一直强调一件事，说接旨要有证据，你会怀疑那些委员们是去接旨吗？不是啊，我觉得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说媒体烂呢？接旨这个东西是堕落，对，就是堕落。这个只是一个监督，他应该监督你啊，对不对？那你们，我觉得蓝营的，尤其是蓝营的立委，这一届才叫堕落，好不好？这个预算也不审，法案也乱通过一通这样子，那什么接旨？接旨只是一个形容词，现在也没有圣旨啊，现在有皇帝吗？现在有人什么跪在下面接旨吗？那接旨只是有一种意思而已嘛。啊，你就凭借抓到这2个字这边讲说他堕落或者怎样？我觉得我讲话，我指挥，我们都是没有啊，你不要就没有啊。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我就没有吗？那有的，对啊，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那有要拿证据出来嘛？所以媒体呢，就在监督你嘛。那你作为公众人物，你没有就说没有就好了。那媒体只有自己的这个，要么你就去告嘛。你们鬼叫什么？那我可以告，我也可以骂他堕落啊，因为他乱讲话啊。好，你可以啊，那你不要在我面前骂，你可以去告他就好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聊，你在我面前讲什么？我觉得大家过去互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觉得这媒体是有诽谤你的，或者你就不要在这里狗吠火车，你就直接去告。
然后不要在那边装腔作势。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就是很简单，你国防预算先付委，以后再谈嘛。表示你们诚意，你一付委，人家就不会这样讲你了。你为什么这种动作会让人家有很多的揣测？就是因为你的这个随带附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行为，大家会这样认为嘛？那你看翁小玲就当然说，对我就是不过。啊，人家比你有 gas 多了，我就是不过嘛，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你觉得别人有立场来看你，可是你自己有没有先想想说，你为什么让别人有这种立场来看你？那你们整个蓝营在检讨起来的时候，这场政治僵局，你们不用负任何的责任吗？然后呢，在这种当下，你们要特别去参加对岸什么活动的，那人家不怀疑，你要怀疑谁？所以说，如果你对“接职”2个字不满意，你就去告《自由时报》，那你不用在这里碎碎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人家你的你的怀疑，刚刚发言就也不行、奇怪了，对不对？你那媒体本来就是有，我要表达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是说，然后你叫我不要在这边讲，那我今天在这边告诉我，不是，那不要，你看，那你不要讲人家堕落啊。那我就讲我的看法啊。那你堕落，我觉得没有看到媒体怎么会这样当人家打手在乱写东西，我觉得很扯啊。你这种看法，你可以直接去告，你不要在这里只有陈述你的看法啊，对不对？你就是不敢去告他嘛。我不是不敢告，你告，那告得赢吗？难讲啊。现在这种东西告得赢吗？你可以去问法界的，他们就是知道现在的法律是很保障这个东西，所以很难告得赢，所以他就随便乱写、啊。所以这就是你的理由啊！我国防预算不过是因为什么东西，然后我不去告是因为我不会赢，这都是你假设嘛，你去告看嘛，对不对？不过现在看起来，将军从郑丽文主席，当然你说他去东吴啊，那个风格或各方面，跟国民党以前的主席真的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有人封战狼型的主席，而这个所谓的战狼型主席一路这样下去，对国民党，所以现在看起来国内政局已经到了大家就是都用战狼式的对干了吗？这对国民党来讲，我觉得不好了。因为以往的主席，不管是江启臣、朱立伦或者吴敦义哦，通常到大学，今天郑丽文会到东吴大学去。她不是郑丽文名嘴，或是郑丽文女士，当然是主席。如果她今天不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最大在野党的党主席，我相信，被邀请的几率没有那么高了。为什么？她当了主席以后，她有那个在野党的方向跟未来发展的策略，所以学生希望知道。那这是个机会，就是那郑丽文有没有预期到学生会有这么强烈的问法？例如说，普丁是不是独裁者啦？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郑丽文主席去之前一定想过，当然一定想过。那你不能够用更能够说服，然后让这些学生从不了解你，从怀疑你变成认同你吗？你能够当一个主席，我相信郑丽文绝对有这种方式，可是他不用，他是用直接把这个所谓的 Q&A 问答直接变冲突，把这些质疑直接变成敌对。你不能把斗争本身变成一种话语权啊！那这样子，国民党未来2026、2028吓死如果真的讲的话，一中，你在学校接触这么多的学生啊，虽然你说高中生很快就要到大学生，所有这一切看在年轻人的眼中会是怎么样看待？因为毕竟选举是要一票一票的投出来嘛。那国民党长期来，当然说在年轻族群的支持度本来就没有这么高，所以愿意走进校园跟大家接触，透过这一些所有这些的方式，可是显然那个冲突的结果，你自己会怎么判断？不，郑丽文本来就不是去演讲的啊。你要知道他演讲，他演讲的主题就是国民党的改革。主导根本没给演，根本没有讲到什么国民党的改革啊。但他有一点地方要肯定他，就包括连跟他那个吵架那个东吴的副教授陈芳宇的，他也有讲一件事，他说要肯定一件事，郑丽文的 Q&A 高达1小时20分钟。你知道通常我们演讲是这样，我们演讲完了以后顶多留20分钟 Q&A， 郑丽文的 Q&A 是1小时20分钟，所以他根本不是去演讲，他是去跟人家吵架的，这一个就被玩 gay 啊，他确实也达成他，而且他也知道这些很多来者不善，那这个他也都知道，就完全都在他预期当中，但至少要肯定他一件事，他比黄国昌有 guts 啦。北去东吴演讲，然后国昌是不直播，然后也不给他录影。郑丽文就是全程秀给你看，然后全程吵给你看，这就是他要的嘛。我跟你讲，他就不是去跟人家是讲什么国民党改，他就是跟你吵架的。所以今天其实包括像陈慧文也讲说，你已经不是名嘴了
啊，其实以前名嘴我们跟他同台过啊，他就是这样啊，就人家跟港在一等下呢，他就大哥就是这样啊，就是他完全就是名嘴上身，只是说尴尬的地方在于，可是你就这么讲，刚刚今天如果是名嘴，人家不会找你去嘛，你一定是你是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而且你的主题还是讲国民党改革，就你现在去跟底下的学生跟那些老师那边吵架，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但我觉得，因为他其实是修怕给，所以他其实那个防御性很强。人家学生提问他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郑丽文就说：“你在挑衅我。”对，他说：“中华民国当然是国家。”他就这样避掉了，他就回避掉。啊，其实学生要问的就是说，那你其实学生故意问就是说，你敢不敢讲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以前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也会这样讲啊，就郑丽文不敢讲啊，他就说中华民国是个国家，然后就闪掉，然后就开始就说哦，你们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些。然后最后还有连国民党的青年团都出来护主。好，因为组织跟那个大家吵得很凶嘛，这2天的声量很高。国民党青年团就出来讲，他们就抓着那个陈芳宇，就是东吴那个副教授陈芳宇，就抓。也有侧翼开始说陈芳宇的爸爸以前也要去中国做生意哈，然后陈芳宇说那是我爸，但你不用去扯到我这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国民党青年团就抓2个，他说第一个那个陈芳宇有特定立场啊，当然有特定立场，他以前搞那个写网络的，他颜色偏绿，这我们知道啊，人到颜色偏绿就不能去嘛，这一个，好，这不用帮他贴什么标签，这没什么好讨论。然后青年团讲第二个，他说他大幅占用时间，这点我就要帮陈芳宇讲话。陈芳宇是等到全部都问完以后，他最后再问，他并没有大幅占，他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所以你说他大幅占用时间，这句话好像意思就是说老师占了，他们其实要把青年团要把它打成就是说这个老师占用了学生问问题的时间，所以好像就是这个我刚刚讲。你们郑丽文给人家问了1小时20分钟，所以他本来就是要跟大家问的，这一个。那第二个陈芳远，因为他是老师，所以他是等学生都问完以后，最后再问。他只是说大家现在看到新闻画面比较多是陈芳远这一块。那我要讲就是说，他这个吵架的声量，北美可以东吴，你看黄国昌上去东吴没什么在讨论，因为他不开放直播，不给你问，所以就没人在讨论。啊，郑丽文这个就讨论的很多，所以对郑丽文个人的这个声量来讲，他成功了。我刚刚讲，你们郑丽文给人家问了1小时20分钟，所以他本来就是要跟大家问的，这一个。那第二个陈芳远，因为他是老师，所以他是等学生都问完以后，最后再问。他只是说大家现在看到新闻画面比较多是陈芳远这一块。那我要讲就是说，他这个吵架的声量，北美可以东吴，你看黄国昌上去东吴没什么在讨论，因为他不开放直播，不给你问，所以就没人在讨论。啊，郑丽文这个就讨论的很多，所以对郑丽文个人的这个声量来讲，他成功了，而且让2派。极端的2派在那边论战 ，OK， 护陈芳宇的这一边，当然就护他啊，护郑丽文的也护他，所以其实对对郑丽文来讲，他也得到他要的这些支持者在那边保。问题是伤害比较大的是谁？刚刚讲嘛，你今天去大学不就是要想要跟年轻人走互动，然后希望将来投票的时候，国民党的选举年轻人可以投吗？是啊，你没有啊，所以伤害最大的是谁？是那些2026年地方的这些白领，尤其是有机会可以拿下，比如说我们讲高雄啊、台南这些有机会可以。跟民进党一搏的你皮龙告招料料，所以我觉得郑丽文他也知道了，反正我不管我怎么样，国民党就是没有年轻票，所以他们已经打定了一个主意嘛。年轻票这一块，他们现在是分进合击的，就40岁以下、20几岁交给白银吗？对他们就是交给，所以对郑丽文一波差一完给他吵给那些老人家看，老人家说郑丽文超赞的啊，对他来讲，他也巩固到他的票啊，他也知道我去那边跟学生认真的对话，那边讲半天。我只会让我这些可能我的原本支持者觉得，郑丽文你怎么那么懦弱？以外你也得不到年轻票，所以他本来就不是要去拿年轻票的。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因为这个礼拜5，任俊，礼拜5的时候，立法院看起来针对赖清德总统到底蓝白不是要提弹劾吗？是，然后在礼拜5之后要做表决，然后包括你说行政长这一连串的宪政方面一些从开始不附属开始，然后包括要不要弹劾赖清德总统，包括宪法法庭的宪判字1号，所有这一些。然后最近都有很多一些的民调，老百姓一般民众到底怎么看？是真传媒在今天公布了这个12月份最新的民调，而这个调查的时间其实就前面这2天嘛，所以今天公布哦。特别是你刚刚特别提到说，现在在也一直强调就是说，这是跟这个赖总统一起选举嘛，所以如果今天要下台就一起下来。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因为一个是选总统，一个是选立委，2个又不是在同样的职务上面竞争。那怎么会认为就是说我今天要越级去打一个怪？但没有关系，因为要做的事情是要说服社会嘛。当然，那这个民调其实针对就是说再也要弹劾总统的这件事情哦，你可以看到其实赞成的大概是40.1%的民众，但有45.1%的民众其实不认同。
那比较特别就是说，这个议题到底是属于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意见分歧、各有想法，还是它沦为政治上面政治立场的对立跟主张？那这个其中交叉分析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在绿营的部分78.4是完全表示就不认同，蓝营的部分认同的大概69.2嘛，那民众党认同的是78。可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因为老讲这些东西都是深蓝、深绿、深白的极端值嘛，可是你可以看到一般民众在这里面居然是三分天下，各1/3、各1/3、各1/3。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在这件事情，如果统计上面来看，45点多，事实上是比较多数是不认同你要弹劾总统啊，因为我觉得多数选民还是会认为，就是说这两件事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超过了传统民进党的支持度。是，是，所以你今天再回来看另外一个，就是说好。弹劾总统的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就不在立法院里面可以完成的啦。你今天说我们要来投票或是怎样，结果到最后还是要送宪法法庭，又回到了就是宪法法庭大法官你就讲说不对我已经告诉你必须要死人，但是人数谁叫你不送民进党就会说我送来你又不审你又不给他过。他永远就是一个鬼打墙。我讲实话，其实老实讲，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这一年就是在鬼打墙但是另外有一个议题是，如果今天在倒阁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这是立法院可以完完全全自己可以处理的，是他不需要再去搞监察院，说找2个监察委员来提案，不用再送到宪法法庭，在那边纠结说你要不要开会，你合不合宪。可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议题上面，我觉得这个就有趣了，你知道吗？因为国民在野党一直强调，我倒阁有什么用？我倒掉了之后，他又换了另外一个人来，卓荣泰、王荣泰、李荣泰，对不对？康荣泰对什么泰一样，把自己的姓拉一下，蹭一点光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在民众里面41%的民众，41%的民众是支持。不支持的是36.4%，我知道大家一定会讲说这又没差多少，不过差个2-3-4%嘛可是我剛剛講說有趣的地方在於是，在野黨的論述，你能不能說服社會是一件事，但你能不能說服你的支持者？因為倒閣後面，其實你可以看到提出不信任案後面，其實代表是總統可以依他的法定權限，我也可以宣布國會解散，那就大家重來過嘛。卓荣泰、王荣泰、李荣泰，对不对？康荣泰对什么泰一样，把自己的姓拉一下，蹭一点光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在民众里面41%的民众，41%的民众是支持，不支持的是36.4%。我知道大家一定会讲说这又没差多少，不过差个2-3-4%嘛可是我刚刚讲说有趣的地方在于是，在野党的论述，你能不能说服社会是一件事，但你能不能说服你的支持者？因为倒阁后面，其實你可以看到提出不信任案後面，其實代表是總統可以依他的法定權限，我也可以宣布國會解散，那就大家重來過嘛。這是國民黨，我知道有些立委他不是確戰他是講說我要跟賴清德綁一起。OK， 但是有一些人就覺得我為什麼要一天到晚被你又罷免，我又選舉，又罷免又選舉，我幹嘛來這一套？來，我們來看交叉分析。民進黨裡面不支持倒閣的，我可以理解，對比較多數嘛，比較多。你們他媽就你們亂搞，你跟我亂搞。來，問題我剛剛提到倒閣的這一句話的後面代表是你提出不信任案完了之後，總統其實是可以解散國會重新重選。來，國民黨居然有54.7%的支持，超過一半的國民黨支持者。那代表什麼？我認為這些國民黨人搞不好他想法是來啊，怕誰重新選我也贏啦。可是这个跟现在在野党的立委的论述其实不一样了完全不同民众党也很有趣，52.6%也支持，好吧，倒吧。不，我现在民众党其实政党票啦他也不是那个政党票，那可能政党要重新比例。可是我刚刚提示说，在蓝白的支持，然后你看他反对，他不支持的都是在3成左右。那代表什么？其实，在蓝白里面，他的支持者反而认为可以啊，就跟你倒，拼了，就拼了嘛。怎么会跟现在国民党的这个整体的论述上面，其实产生很大的落差？人志要不要30秒回应一下？就是倒阁这些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就有提到说叫赖清德总统一起下来选嘛。但是任俊刚刚特别提，国民党就在野的支持，会不会有一些人也有情绪讲说谁怕谁？那我们的支持度有60%，那我们就直接倒啊？
对啊，所以那个大家在讲说，哎，你们弹劾总统啊，又不见得会过。对啊，弹劾总统有2关嘛。对，第一关是立法院要出去嘛，然后第2关是那个大法官会议要确定他要弹劾他嘛，才有可能嘛。那我们在第一关就很困难的，更不要说第2关了。第一关有2个门槛，第一个是要提案，提案这过了，但第2个要2/3。是啊。2/3等于我们还要从民进党这边拉10几个，像那个柯建铭这种反对不附属的这种，要说服他为国家大义过来投票的这种，我们很困难啊。但是为什么还要做？明知不可而为之。就是我要不要告诉大家说，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这个独裁跟民主的边缘啊。如果总统可以要求行政院长不附属，否决3读通过法律，这很危险，所以我们要地方去下乡要去讲。OK， 那所以一般的民众，其实我认为大家平常在士农工商啦，对于这种什么宪政的体制啊，什么倒戈，然后解散国会之后到底能不能解决宪政僵局，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是那么关心，所以透过下乡去宣传，其实大家会了解。来，吴峥最后30秒。我觉得重点还是有没有问题要解决吧，因为当元之刚刚讲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大家就感受到说现在在吵这个弹劾，注定也是僵局的延伸嘛。因为你都说不可为了，那继续到这边吵，说实在，我觉得我个人认为黄国昌就想博版面啊，他就想要弄一些很多说明会，他可以走来走去，然后去喷 Q 光啊。那国民党也要帮他，那我没办法。但讲回来，其实因为最终还是包含明年的总预算，我们运动部的新计划，我们国防预算，我们 TPAS 很多，我觉得对人民百姓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这一些新的事情到底能不能做下去嘛？还是说全部大家别卡边？再卡个半年吗？再卡个1年吗？那你说，行政院难道真的是寸步不让？也没有啊，因为像普发1万，本来我们反对啊，后来行政院说好啊，那我自己来编出来去解这个宪政僵局。所以包含财划法，包含总预算，其实行政院愿意谈嘛。那只是说，你如果国民党都把这个底线设定在说要行政院去做，我们已经讲就这个是违宪的事情，我不会做，那就继续卡住嘛。OK， 在未来，尤其在这个礼拜，如果到了礼拜5的时候，那整个立法院会是什么样一个表决的状态？国内所有跟宪政有关系的事情，那个僵局到底未来怎么解？当然，那今天是平安夜，让希望所有的民众，大家在参与一些机会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平安喜乐。但是，提高警觉还是必须要的。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对不对？我们明天见，拜拜。